13号，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作主旨发言。这是董军首次以防长身份出席北京香山论坛。他在演讲中表示，每个国家都有正当的主权和安全利益，神圣而不可侵犯。在多重风险面前，大国要有大国的责任。 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主题为“共筑和平，共享未来 ”100余个国家、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及专家学者和各国观察员等1800余名嘉宾参会。论坛开幕之际，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12号在京分别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在会见黄永红时，张又侠说：“希望两军保持高层密切互动，深化拓展联演联训、人员培训等各领域 务实合作。黄永红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为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希望与中方深化交流合作，不断提升两国两军关系水平。 在会见迪西哈时，张又侠说：“中柬是患难与共的伙伴，名副其实的铁杆。” 迪西哈说：“中国政府和军队长期以来的深厚友谊和无私帮助，对柬弥足珍贵。柬方愿与各方共同努力，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2号，董军在京分别会见来华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的智利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马达加斯加国防部长萨伊维洛、毛里塔尼亚国防部长西迪、马尔代夫国防部长加桑、塔吉克斯坦国防部长米尔佐、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各方预祝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取得圆满成功，并对进一步发展双边军事关系表达了积极 意愿。13号，数十名各国防长与军队总长级别的官员出席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国防部长董军在约半个小时的主旨发言中指出，中国军队坚定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并肩，构建新型安全伙伴关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董军还引用中庸名句，呼吁各国追求共同发展正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要我们秉持开放包容，就不会因一叶障目，让局部的分歧影响我们的 共同发展的大局。董军表示，面对东道纷争，应坚定政治解决的信心，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树立标本兼治的理念，共聚促和维稳的正向力量，共倡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大国应作出表率，以维护全人类安全为己任，摒弃零和博弈。 大国之间良性互动，当好世界和平的稳定源。面对地区性问题，域内国家应联合自强，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宁，真正将地区的安全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董军强调，解决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热点问题，劝和促谈、政治解决是唯一根本的出路。任何冲突的终点都是和解，早一天坐下来 谈起来，和平就将早一天到来。今天北京香山论坛的议程进入高潮部分，论坛正式开幕。早上8点，会场内外的参会嘉宾就已自发进行交流，氛围热烈。今天2次全体会议的主题聚焦安全合作与亚太繁荣稳定和多极化与国际秩序走向。 在全体会议上，除了中国外，有10余个国家的国防部负责人出席，其中包括多个全球南方国家。开幕式致辞结束后，越南、新加坡、巴基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代表先后发言。其中，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表示，中国在南海发挥了关键作用，希望中非能继续展开对话。这是我第10次访问中国，也是第6次在香山论坛 发言，每一次都很高兴看到香山论坛的蓬勃发展。Just as China has shown resolve and commitment to help deal with security issues in other places, it also plays a key role in our own backyard.
particularly the South China Sea. 除了上午的开幕式以及2场全体会议，下午还同步举行了8场平行分组会议，话题涉及亚太地区安全、中美关系、中东和平愿景等。在主题为东盟与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分组会议上，南海问题成为焦点。来自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区国家的代表，围绕构建更为持久稳定的亚太安全架构探讨沟通。南海问题它涉及到的国家数量之多，争议岛礁数量之多，争议海域面积之广，全球范围内绝无仅有。一、管控危机，防止危机升级；第二，把争议搁置下来，来谋求推动共同开发，然后加快制定本地区的准则，就是南海行为准则。这个准则就是规范在南海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深圳卫视注意到，中美关系始终是外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在13号举行的主题为“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会议现场，挤满了各国媒体。美国今年派出国防部助理部长邦办蔡斯率团出席论坛。2019年，曾经以美国国防部助理防长邦办身份率团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如今是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研究员的施灿德呼吁中美继续加强交流。The United States' effort to try to develop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ntinue to maintain pathways for communication. 外界注意到，就在论坛开幕前，9月10号上午，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楠与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举行视频通话。这标志着去年11月，中美2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提出的4项两军交流合作机制全部恢复。That's a great first step. They need to do more. 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上午揭幕，防长董军宣读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并作主旨发言。那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呢？好的，主持人，北京香山论坛和慕尼黑安全会议、新加坡香格里拉峰会并称世界上3大最重磅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安全论坛。和平与安全，这呢是北京香山论坛发起举办10多年来不变的2大主题词。今年的论坛主题是共筑和平，共享未来，吸引了包括20国防长在内的100多国1800多名嘉宾出席。我想这些都在见证论坛的号召力。作为东道主，它的议程设置能力与动员力，以及呢这背后的大国影响力，归根结底，这归功于中国元首强力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安全倡议所带来的巨大的感召力与行动力。那就此而言，今天防长董军的主旨发言，就是呢围绕本届论坛的主题“共筑和平，共享未来”，代表中国军人交出的一份答卷。董军特别强调了大国责任。在我看来，这样一个表述大有深意，甚至呢可以看作是对一个著名的香山论坛预警的隔空回应。去年，新加坡防长黄永红在出席北京香山论坛时，可谓是语惊四座。他说，未来10年，所有安全负责人的首务就是要避免亚洲发生实际的冲突，欧洲和中东发生的战争一幕绝不能在亚洲发生。我认为董军今天对牢牢掌握地区安全主导权的特别强调，也是在回应这一关乎亚洲未来10年的一个最大的安全预警。那么，作为预警发起人，新加坡防长又将会如何回应呢？他会有哪些个新看法呢？黄永红防长这一次他也来北京参加论坛了，我很期待能够看到他的最新的态势判断。我认为这也正是平台对话它的价值与意义所在。今天董军的主旨发言讲了半小时，没有提及台湾议题。那有境外媒体以罕见来形容，那您对此怎么看呢？我注意到今天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及时报道说，约半小时的讲话中，董军展现出比较柔和的姿态，也罕见没有提及台湾问题。但是呢，我同样要提醒，所谓的罕见说并不成立，纯属过度解读。董军在演讲的一开始就强调指出，每个国家都有正当的主权和安全利益，神圣而不可侵犯。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对外交往中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自然是处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主权与安全利益的最中心的位置。对此呢，外界不必做过度的解读，也不应该有任何的误读误判。不管主旨讲话中他有没有明确提到台湾，中国军人永远
都会是国家最核心主权与安全利益的最强大的守护者。事实上呢，台湾议题一直是历届北京香山论坛的一大焦点议程，本届呢也不例外。昨天论坛首日举办的一场以中美关系为主题的高端论坛，可谓是全程爆棚。中美学者就台海议题展开激辩。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批评美国刻意围堵打压中国，越来越频密地操弄台湾牌，警告当前台海局势非常危险。为了扭转继续恶化的台海局势，他特别呼吁中美至少应该采取3大关键步骤：一、关上台独的大门；二、创造和平统一的环境；三、两岸坐下来谈判。那么，与吴新博同场辩论的是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帮办华自强。他虽然表态美国不支持台独，也不会将台湾当作所谓的谈判筹码，但是呢，正如华自强本人在会场特别引述的一句中文习语：“听其言，观其行。”那么，对大选年里的美国，我们尤其要听其言，观其行。不是还有邻国的政客时不时就会跳出来叫嚣台湾有事吗？也必须要严正告诫他们，在台湾问题上绝无任何幻想与侥幸心理一厘一毫的生存空间。谈到巴以冲突、俄乌冲突等热点问题，中国防长再次强调劝和促谈，政治解决是唯一出路，也是根本出路。那这又传递出何种讯息呢？我注意到今天香港南华早报的即时报道特别在标题中强调董军讲话的这样一个主题信息，和谈是这2大冲突的唯一出路。那么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的一贯立场，也是在真正践行中国元首发起的全球安全倡议。这次呢，俄罗斯以及美国都有代表团出席论坛。俄罗斯代表团由副防长福明挂帅，美国呢则由助理副防长蔡斯率领。美方的这个参会层级是明显高过去年的。美俄防务高层在同一屋檐下同场出席论坛。自俄罗斯打响对乌特别军事行动这2年多以来，可以说这样的场景绝无仅有。那么，包括慕尼黑安全会议与新加坡相会都无法提供这样的沟通机遇。也因此，在本届论坛期间，俄美代表团的人士他们会否接触，如何来接触，这必然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论坛看点。最后第3集中，中国首艘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内部以及弹射系统画面首次被公布，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从央视披露的画面可以看出，福建舰的弹射控制站采用的是多边升降式，可以在完成战机起飞任务后收回甲板内，不会影响到甲板的正常使用和整体性。片中还透露一款新型战机正在测试。2号位模拟飞机有待入参数。身穿舰勤马甲的是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的高峰。2015年8月，他成为海军山东舰接舰部队一员，主要负责起降中队工作。他所在的航空保障系统是航母形成作战能力的核心支撑。值得注意的是，高峰身穿的黄色马甲背后出现了弹射字样，这显然是作为中国第1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的专属舰勤人员。高峰的工作岗位是在名为指挥站的一个位于甲板上的升降式小房间，高峰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他的本职工作。监控人确认参数。好，最后准备。视频片段还展现了福建舰电磁弹射滑轨的特写，可以看到弹射器看起来就像是一条长长的白色带子，两端有挡板支撑，中间仅有一条非常细小的缝隙。这也是迄今为止福建舰电磁弹射器最清晰的展现。它出现在淬火中，也显示福建舰已经具备了使用电磁弹射的能力。电磁弹射器是目前最先进的舰载机起飞辅助设备，它通过电磁力将飞机从航母上加速到一定速度，帮助飞机更快地起飞。与传统的蒸汽弹射相比，电磁弹射更高效、更精确，能够适应不同重量的飞机，提高航母的运作效率。值得注意的是，指挥站也是首次被公开。它采用多边形全向设计，可以全方位观察战机状态，方便操作，且收回时与飞行甲板的其他部分齐平，不会影响甲板的正常使用和整体性。其外形和功能与美国福特级航母上的集成式弹射控制站类似。需要试飞员配合我们就是论证这个流程。最关键一点，要从滑跃到弹射的无缝转接，这个不要干扰飞行员更多的精力。
能够兼容华约的手势不再修改，最大极致的去优化缩短这个时间。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福建舰的内部的结构呢，整体上面跟这个之前辽宁舰、山东舰它还是有很强的继承性的。当然同时呢，我们说作为一款采用这个弹射起飞的这个方式的航母呢，它其实也很考虑了这个弹射器上舰之后，那么对于整个甲板结构的影响。那么包括我们说它的一些这个弹射器的控制的一些设备啊，包括一些相关的位置，那么包括它的这种升降的设计啊，都能看得出来，就是最大限度的提升对这个有限空间的使用，同时呢，也是最大限度的要增强这种跟之前一系列的设计的继承性。那么这个呢，主要也是考虑你的人员的训练。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器已经具备实际能力，还体现在另一个细节中。多名福建舰舰员在舰上一个会议室讨论，他们身后的投影仪屏幕上显示2台橘红色的小车停在福建舰甲板的1号和2号弹射器轨道末端。分析指出，这是弹射器在测试时使用的配重车。一般来说，配重车的重量和实际舰载机的重量一样，它们能够确保飞机在短距离内加速到足够高的速度来飞离航母。从目前公布的画面分析，福建舰一共有3台电磁弹射器，其中2台位于舰首，1台位于舰中后部的左舷。在淬火第3集中，福建舰内部的画面也同时公布。在舱室中，舰员熟练地操作着各种设备，当中可见福建舰的内部布局简洁流畅，这无疑将极大提升福建舰各岗位工种的运行效率。值得注意的是，淬火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是关于新型战机。2012年11月23号，歼15首次从海军辽宁舰滑跃起飞，是来自辽宁舰航空保障部门的张乃刚亲手放飞。他在片中表示，自己在今年放飞了新型战机。新型的战机上舰非常漂亮，那天天气非常晴朗，跟当年歼15首飞的天气基本上差不多。主桅杆上那面5星红旗有特别的鲜艳，看到那个场景，不由自主地哼出了那首歌，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究竟是什么样的新型战机让张乃刚如此激动呢？说考虑到辽宁舰也好，山东舰也好，它滑跃起飞的方式，所以呢，我们说，很可能它的动力、机动性，都相当出色。从这个采访来看，提到了漂亮这个，或者说是很这个美丽这个相关的形容啊。那么当年这个马塞尔达索曾经说过一句话：一架飞机想要飞得好，它必须是漂亮的。那么未来呢，当然我们说也会在这个福建舰上面借助弹射器啊，那么获得一个更好的起降的性能啊，获得一个更好的作战能力。那么应该来说，我觉得有了电磁弹射这个相关技术之后呢，我们的整个舰载机的规模，包括它的这个品类，包括它的这个整个这个序列的完整度，都会有一个全面的提升。当然，这里面也会有一些更先进的啊，比歼15或者是形成搭配，或者是形成这个交替的新的战机出现。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思想解读类柔媒体片《淬火》正在热播。影片聚焦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披露了大量军事斗争一线和大国重器的珍贵画面。淬火共6集，每集约20分钟，选取新时代深入推进政治建军的新人新事，以英雄模范人物、功勋荣誉集体、一线备战部队、平凡岗位官兵的实践历程，反映人民军队经历的革命性锻造。其中不少画面、场景和事件是首次披露，信息量很大，展现了新时代人民军队在斗争一线的精神风貌。从这个淬火的名字就能知道嘛，它是在展现解放军这些年以来，不管是在装备方面，还是呢在训练方面等等方面的这些能力的提高嘛，说白了就是解放军在整体实力上的大幅提升。在9月11号播出的第1集《军旗下的誓言》中，呈现了一组不同时期的英模典型群像，其中既有中国第1代核潜艇艇员范喜德，也有当代潜艇部队艇员。我们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紧紧连在一起，毫不犹豫地把一切交给党。我们首批核潜艇官兵被称为青松，如今已是一片森林。
2020年6月，在边防斗争中，陈祥荣英勇战斗，直至壮烈牺牲，中央军委为他追记1等功。解放军报曾刊文报道了他所在部队的事迹，文中指出，2020年4月以来，有关外军严重违反两国协定协议，在加勒万河谷地区抵边越线修建道路、桥梁等设施，据意挑起事端，试图单方面改变边境管控现状，甚至暴力攻击我前往现地交涉的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边防官兵对暴力行径予以坚决回击，取得重大胜利，有效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陈祥荣烈士的日记也在影片中首次公开。日记中记录陈祥荣新兵时曾3次请求去一线。他生前所在连队新兵班班长陈华强讲述了自己和陈祥荣以及其他新兵们的故事。新兵们总说：“班长，你给我们讲讲陈祥荣的故事吧。”我知道他们中有不少是因为他的事迹，一心想要来高原戍边。第2集《巷战未战练精兵》披露了一段中国空军驱离外机的真实影像。空军航空兵某旅的张占芳回忆了当时的情形。就是当时外机低空飞过来的，不是特别守规矩，近乎垂直90度冲闯我们的领海线。上面2层野，任务很艰巨啊，做好准备。就过来了，来了。上去，难打，但是很硬可畏。张占芳试图通过压坡度逼迫外机远离中国领海线，结果外机持续盘旋，继续对着中国领海线靠近。塔台立即通过双语对外机进行喊话：已接近中国领空，立即离开。You are approaching Chinese airspace. Please immediately, or you will bear full responsibility. 我战将完毕。对，这个位置你拦他。对，就这样，没人能看见。我左，压不动，走。在那个时候，没有其他任何想法，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把他赶出去。最终，经过我方依法依规处置，外机被成功驱离。外界注意到，在公布的影片中，解放军战机为歼6，企图逼近我方领海线的外机为 P-8A 侦察机，但其所属国未被公开。特约评论员石红对深圳卫视分析，视频中的外军飞机显然是有意进行过模糊处理。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有相关机型，也都在南海进行抵近侦察。中方公布相关影片，起到的是警示作用。解放军现在拦截外军飞机很泼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驾驶的战斗机很先进，不管是歼11B、歼10还是歼6，都是高机动战斗机。从解放军现在处置空情和海情的这种能力来看呢，显然是非常强大的。一呢，就是在装备方面，解放军的这些装备呢，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先进了。从片子里边也能够看出来，那它呢是典型的4代半战斗机嘛，不光是有很强大的火控系统探测能力，还有呢就是机动性特别好。所以这样的高性能战斗机呢，再去处置空情的时候那显然呢，我们现在就变得得心应手了。2023年10月，美国国防部在五角大楼曾举办一场新闻发布会，宣称中国过去1年左右期间，在所谓国际空域对美国及其盟国飞机进行不安全拦截，并公布了一批图像和视频。经梳理，这些影像资料所涉及的事件中有6次位于东海区域，8次位于南海，另有1次未注明发生地点。在上述拦截事件当中，有5次事件的影像资料未包含被拦截美国军机身份、型号等细节，但按飞行姿态等特性推断，均为大型侦察飞机。余下10次中有5次为美国空军 RC-135 战略侦察机，2次为美国海军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2次为美国海军 EP-3E 电子战飞机，其中2次确认到的 P-8A 均处于南海区域上空。RC-135 战略侦察机的除1次美方未指明发生地点的事件外，其余4次也均在南海。
石红对深圳卫视分析，美军 EP3、RC135系列、P8A 都是大型飞机，气动布局决定了它们机动性很差，面对解放军战斗机的警告驱离，就是送菜的行为。从组织也可以看出，对于外机的敌机侦察，我们现在能够采用的方式呢是非常之多的。由此呢，也就能够看出解放军在战斗力方面是有了飞跃性的提升吧。也就是说，从装备、从人员素质，还有指挥控制等等方面都是呢大幅的提升。也就是说，解放军在现在呢是体系上的这种提升所以呢，这对于解放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的发展利益呢，很显然是能够呢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的。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普京表示，热切期盼中方出席下月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喀山峰会。王毅在访问俄罗斯期间出席第14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并出席金砖国家同全球南方国家对话会。那么，金砖是否将扩容，也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在圣彼得堡会见王毅，普京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热切期盼中方出席下月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喀山峰会。王毅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中俄互信牢固，友谊深厚，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俄两国成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最重要的力量。我们的双边的各方面的合作，正如副总先生所说，也都不断的取得新的成果，不断造福于我们的两国的人民。10月22号至24号，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在俄罗斯喀山举行，这将是金砖机制扩员后的首次峰会。而这次王毅访问俄罗斯3天，主要是出席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第14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安代会是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的核心机制。王毅在安代会开幕式发言中强调，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干涉、遏制、霸凌有增无减，凸显金砖国家机制越来越重要。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欢迎。当然，也有一些政治势力抱持冷战思维，唱衰金砖的合作。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当充分发挥大金砖的战略意义和政治效应。去年，金砖迈出扩员的历史性步伐。本次金砖轮值主席国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在安代会期间透露，今年继续有不少国家表现出加入金砖机制的愿望。На сегодня о желании в той или иной форме подключиться к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ашег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заявило уже свыше 30 стран, точнее 34 государства。其中备受外界关注的是，作为北约成员国之一的土耳其也表达了有意加入金砖的想法。有消息称，土耳其已提出正式申请，在下个月的会议上，金砖国家将审议吸纳新成员的问题。今年初，土耳其决定将加入金砖列为国家重大战略规划，俄方当时表示欢迎，并将该议题纳入议程。土耳其外长菲丹今年6月在访华时再次表达加入金砖机制的愿望。他说，土耳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这是土耳其除了加入欧盟之外的良好替代选择。土耳其横跨欧亚，1952年加入北约，2005年开启的加入欧盟的谈判陷入了将近20年的停滞。该国总统埃尔多安长期寻求独立外交政策，以提升土耳其的全球影响力。有分析认为，土耳其申请加入金砖国家，显示对美国主导及主张的单极世界秩序不认同。观察指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经济活力越来越强，也是其魅力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与美西方的阵营对抗小圈子不同，金砖机制致力于建设以发展为核心的合作伙伴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
显示，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扩员后的金砖国家 GDP 已经超过预期，占世界总量的36%。由于美元霸权近年来危及国际贸易，金砖机制国家正在共同建设一个以本币贸易的新支付体系——金砖之桥，以促进更公平的全球化，但不会以创建共同货币为目标。俄方透露，新支付体系的首要目标是不受任何第三方控制。俄罗斯驻华使馆方面介绍，中俄贸易高达2400亿美元，其中92%以卢布和人民币结算。怎么样在当前这个全球这个经济形势不确定、不稳定这个形势下，金砖国家呢更好的这个相互合作这更好的相互支持、抱团取暖，共同的应对呢全球这个全球经济这样一个寒冬，更好的这个展现呢这个金砖国家呢这样一个合作的包容性，而呢反衬呢有些呢国家有些组织呢这样一个小团体的这样排他主义行为。另据国防部9号发布的消息，俄罗斯军队本月将派出海空力量参加中方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相关海空域举行的北部联合2024演习。此次演习旨在深化中俄两军战略协作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据悉，北部联合2024演习结束后，中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双方第5次海上联合巡航。中方还将参加俄军大洋2024战略演习。在去年7月举行的第4次海上联合巡航中，中俄联合编队从济州岛以南附近海域起航，穿越大隅海峡，经西太平洋南下，从巴林塘海峡进入南海。中俄两国呢，在这个日本海这个军演，我们看到这也是明显的，也是为了回击，包括呢也是当前的，包括东北亚的不确定、不安全这个形势，特别是东北亚这个小集团，我们看到美日韩的这个安全同盟，包括美韩的这个军事演习呢，也是不断的加强，日美之间的这个军事同盟呢，也是更加的巩固，而且更加的富有进攻性。这中俄两国呢，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密切的一个战略协作，这样高水平的协作，包括呢这个军事演习、军事人员交流，这样的话呢，更好的为这个本地区的这个不稳定的安全形势呢，注入了正能量，注入稳定性。第14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中国外长王毅就相关问题做了发言。那对此您有些什么样的观察呢？我注意到外交部长王毅不仅将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定性为了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的核心机制，而且在本次会议上大篇幅谈了当前地区以及全球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由于俄罗斯既是今年金砖国家会议的轮值主席国，又是本次金砖国家会议的东道主，再加上当前俄罗斯正深陷旷日持久的俄乌冲突当中，同时还面临着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封锁与孤立的困境，急需外部世界的援助。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将安全问题列为本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的主要议题，应该是俄罗斯方面极力主张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几天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仅再度表达了愿意跟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的强烈愿望，而且直接点名应该由中国、印度、巴西3个国家出面协调俄乌和谈。而这3个国家不仅都是金砖组织的重要成员国，而且此前中国与巴西还就俄乌和谈达成了6点共识。那对于俄罗斯与中国军舰从本月10号起在海参崴以南彼得大堤湾举行海洋2次联合军演一事，您有作何解读呢？我注意到，在海参崴以南彼得大堤湾举行的海洋2次联合军演，应该是俄罗斯近期举行的一系列大规模海上军事演习的一部分。这次演习应该是俄方近30多年以来举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海上军演，因为在这次军演的范围不仅包括了太平洋、北冰洋、地中海、波罗的海和里海，而且俄方共派出了400多艘军舰、潜艇和补给舰，出动了至少120架飞机和9万多军人。相比较起来，中方只派出了4艘军舰和1艘补给舰，而且只参加了俄在远东地区的演习。因此，毫无疑问，俄罗斯是这次演习的主导方，中国是参与方。而在我看来，俄罗斯这次演习主要是演给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看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与英国正在蠢蠢欲动，准备放开对援乌武器的限制措施，允许乌克兰
用美英援助的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尤其是美英还准备向乌克兰提供中远程精确制导打击武器。俄方认为，美英的这个行为极有可能会改变当前俄乌战场上的博弈态势，是极其严重的升级行为，甚至是等同于直接下场参战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需要通过这种声势浩大的演习，来向美英以及北约发出警告，阻止其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武器。而俄罗斯这次之所以在远东地区也搞一次海上军事演习，我认为主要是针对日本而来的。因为今年7月份，日本自卫队不仅在北海道与北约成员国德国、西班牙举行了联合军演，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今年2月份，日方还罕见地举行了一场要求归还北方领土全国大会，甚至连首相岸田文雄都出席了。很显然，日方流露出了要趁俄罗斯忙于俄乌冲突，并且后方空虚的机会，夺回北方四岛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在远东地区也搞一次演习，其实就是要警告日本不要轻举妄动。近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所谓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要求行政部门撤销香港驻美经济贸易办公室享有的特权与豁免。香港特区政府随即表示强烈谴责。多名香港政界、商界、法学界人士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美方的政治操弄无法打击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美国众议院9号复会后，着手推动一系列涉华恶法，其中包括通过了所谓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接下来，法案将送交参议院审议表决。通过后再由总统签字生效。该法案的主要目的是要求美国行政部门撤销香港驻美经济贸易办公室享有的特权与豁免。但这一法案还存在2个变数，其一是参众两院的版本不同，需要进行文本协调，在大选白热化的情况下，这项工作难度较大。另一个变数是，参议院需在剩下的4个月会期内通过法案，否则法案便会在12月底休会后失效。如果法案生效，美国行政机构有30天的时间认证这3个经贸办是否可以延长相关特权和豁免。如果认定不再享有外交待遇，香港经贸办则需要在180天内停止运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方对美方操弄涉港议题、打压香港发展的恶劣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推进上述法案，以免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造成更大的伤害。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切实有力措施，予以坚决反制。目前，香港特区政府在14个国家设有经贸办，主要职能包括与当地的政府官员建立联系，代表特区政府参与国际贸易组织，协助进行贸易协议谈判等。在美国的华盛顿、纽约和洛杉矶3座城市都有设置经贸办。在香港回归前，美国通过专项立法，让经贸办适用于国际组织豁免权法，可享有类似使馆级的外交特权，包括免遭美国执法人员搜查与没收财产，免被征收指定税项等。外交部驻港公署发声明指出，美方固守冷战思维，大搞选举政治，不惜损害美国和相关企业利益，把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香港特区政府在法案通过2小时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众议院为求达到政治目的，歪曲事实，刻意攻击香港。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在香港享有庞大的商业利益，香港是世贸组织认可的单独关税区。过去10年，美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达到了2715亿美元，香港是美国第2大贸易顺差来源地。2023年，在香港营运的美国公司数量多达1273家，香港更是美国第6大直接投资目的地，也是许多美资企业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桥头堡。此外，根据美国国务院统计，2023年长期在香港居住的美国人超过8.4万人，比上一年猛增1.4万人。美方动用行政以及立法
法手段阻碍香港和美国的正常贸易，将严重损害美国企业和公民的利益。香港各界对美国会通过相关法案表示强烈愤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成员兼立法会商界议员林健锋表示，美国作为自由贸易大国，用行政或立法方式迫使香港關閉經貿辦的手段是可恥的，不是文明社會的做法。個個國家都話要增加大家嘅經貿辦，而美國咁去做嘅呢，即係我覺得莫名其妙。林健鋒說，如果駐美經貿辦遭關閉，對於商業的影響不會很大，因為以往美國也曾對港祭出單方面制裁，但並沒有阻止香港和美國的商貿關係。11號，有香港社會團體和政黨自發前往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表達抗議。經貿辦亦都係可以有一個官方嘅渠道咧，同美國去溝通嚟去解決問題。咁所以其實係會俾咗嗰啲投資者更大嘅信心去投資喺美國。咁所以如果其實美國係將我哋呢一個角色係刪除嘅話咧，係對佢自己係一個好大嘅直接一個影響。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等商業協會也發表聲明，譴責美方惡意操弄。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盧金榮向深圳衛視表示，美西方一段時間以來醞釀諸多無理舉措，打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從短期上來看，將阻礙香港和西方之間的交流，但從長遠上而言，失去香港及其背靠的粵港澳大灣區市場，對美西方自身的打擊更大。同唔同嘅地方，我哋都係有好好嘅經貿合作咁所以我哋會發展更多唔同嘅市場啦。就唔會淨係放咗喺美國嗰度啦譬如有啲新興市場、東盟市場、中東市場，甚至非洲市場咁呢度我哋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準備啦同埋應對呢啲咁嘅風險咯。9月初，美國國務院、農業部、商務部、國土安全部和財政部還聯合發布所謂更新版香港商業警告，大肆抹黑香港國安法，企圖唱衰香港營商環境。香港大律師、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恩國向深圳衛視分析，美方稱香港不再高度自治，完全站不住腳。香港高度自治呢，其實係從基本法嚟嘅。香港有個自由嘅經濟系統、貿易系統，香港係個自由港。貨物進口香港係不受關稅嘅，亦都香港亦都有自己嘅貨幣，有港幣。咁所以美國要話香港失去咗高度自治呢，呢一個咁嘅指控呢係失實嘅。馬恩國注意到，外交部已經明確，如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將採取切實有力措施予以堅決反制。目前中方的反制工具箱有諸多手段可以考慮，但更重要的是，香港有國家作為強大的後盾。在本屆北京香山論壇期間，深圳衛視記者專訪了連續多年參加香山論壇的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吳興博。在論壇首日的高端訪談環節，吳興博院長出席了與美國智庫機構歐亞集團中國部門常務董事、美國前助理國務卿邦辦華自強的對談，現場座無虛席。而我們的專訪就在這場中美學者對談之後。您對於這次美方他派出的代表團的這樣規格，就是有什麼樣的觀察？然後他對於中美兩軍的這個軍事交流有什麼樣的影響？今年美國代表團這個領隊，他是助理國防部長邦辦。那麼比去年美國代表團的領隊呢級別要稍微高一點。當然，今年這個代表團他級別也不是太高，比如說他不是副部長級別的，他就是一個助理國防部長邦辦。那麼這個今年提高美國代表團的層級，也可以解讀為就是美方釋放一個信號，表示呢他願意這個加強中美軍事對話交流和溝通。這次美方代表團的團長是查斯，然後就是他好像是對中國問題比較有研究的。您覺得就是為什麼會選擇他來作為代表團的團長？主要因為他是負責印太地區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邦辦，所以等於這個跟中國的軍事關係也是他的職責所在。那麼所以他來這個帶這個團，當然就是他本身，可能也算是一定程度上的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國的情況比較了解，這個也有助於他跟中方的這個更好的溝通、對話和接觸。
就在本次北京香山论坛前夕，中美两军进行了战区领导通话，这意味着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提出的恢复两军4个沟通机制的愿景已经全面完成。吴新博对深圳卫视表示，战区级别领导人对话更多的是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就相关的安全问题交换意见。比如说，美方是印太司令，我们是我们的南部战区司令。那么从我们的南部战区来讲，它所辖的范围就包括南海，就是怎么样防止中美两军在南海发生擦枪走火、发生意外事件，同时也希望敦促美方减少在南海的军事行动，减少对菲律宾的挑动和怂恿。所以我想，这个更多的是一些问题导向的交流。针对本次北京香山论坛继续重视中小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安全需求，吴新博表示，全球南方是近年来很热的一个国际政治概念。全球南方的感受和需求过去被发达国家长期忽视，这是个错误。美国的印太战略也是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安全诉求相违背的。在当前的这个国际政治经济中，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在上升，那么活跃度在上升。当今世界这个冲突频发，战争不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没有建立起好的国际安全机制。在讲到亚太安全的时候，中国是一个亚太国家，所以我们对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区的安全形势尤为关切。特别是由于近几年美国实施的所谓印太战略，对中国进行遏制打压，在这个地区到处插手，搞反华的小圈子，使得地区的安全局势动荡不安。所以呢，我们需要在这样一个论坛上重点讨论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让全球南方就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怎样的一个迫切性呢？现在国际上很多的这种战略安全论坛，特别是西方主导的，那么基本上都是主要是西方的声音。全球南方国家呢，它的声音呢就是比较弱，甚至是被忽视的。这个对解决当前我们面临的安全挑战和安全困境是很不利的。所以在香山论坛上，赋予全球南方国家以话语权，让他们表达他们的诉求，就如何处理世界面临的安全挑战。第二个呢，也是因为南方国家它有很多合理的建议，我们要让这些建议有发声的渠道，要让大家听到，能够来影响各个国家的安全政策和安全行为。国际上有一些声音将北京香山论坛与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进行对比，吴新博分析了其中的区别。在这个论坛上，你听到很多来自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亚洲国家的声音，但是在香格里拉对话，在那边你更多感觉到的是西方的主导，特别是美国的主导，因为表面上是在新加坡开的会，实际上新加坡也就是提供一个会务支持，背后还是美国人在主导，当然是用了一个英国的智库。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我观察下来很有意思，如果你去看这个香格里拉对话，这个会议室里面大家谈安全谈和平，大厅里是什么呢？大厅里就是各大军火公司在做的广告，他们卖军火，所以你就知道啊，这个论坛实际上是军火商制作的。这个就是西方他这个军工利益集团的影响力。表面上大谈安全和平，实际上这个军工利益集团要从战争和冲突中获取利益。香山论坛你看到这哪里有什么军工展出啊？没有吧？这个论坛它真正关心的是世界和地区的安全和和平的问题，它是不受军工利益集团他们的来左右的，它对于和平与安全的关切也是更严肃的，更有使命感。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各个国家都越来越重视香山论坛。这一次就是我们看到俄罗斯、乌克兰还有以色列，他们都有代表团来出席会议，然后也有同台交流的一个机会。那您认为北京香山论坛它为相关冲突的一个斡旋解决发挥了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那么在西方主办的有些论坛上，俄罗斯是被排斥在外的，所以这是这个香山论坛不同的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是这个一贯是串和促谈，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个香山论坛也是为很多的这个冲突的各方呢提供一个悄悄的、公开的或者私下的这个对话的机会，这有助于相关各方来这个加强沟通，来寻求解决冲突的合理的途径。